出现了口齿不清，出现了答非所问的情况，你也需要叫救护车。但是呢，有一种情况例外，就是你只是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93先生，很高兴你继续收听这个频道，让你朝安全又迈向一步。嗨，我是晶晶，大家晚安。晚安。好，那我想我们今天呢，想要来跟大家聊聊的就是滥用救护车。我觉得开头我想要先让大家知道一下，我们录这一集的目的是什么。我们不是要来这边跟大家呼吁，好，那我们也不是要单纯的来做抱怨，而是我觉得我们是一个类似教育的节目。我想要做的事情是，我们解开某些误会。就像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说，为什么我反对发助警器？我跟大家分享过说，为什么你打119的时候，119要问你这么多问题？其实我觉得有少数的民众，他真的是不懂，因为你不懂，所以你会做出一些错误的事情。所以我觉得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们比较常看到会导致我们这个救护车能量不足，通常几件事情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要送到很远的医院去。就是我明明住淡水，可是我就坚持一定要送台大或者送荣总。很常听到的原因就是说，因为我的病历。对。第二个情况呢是急诊室满满的人，因为急诊有减伤分类，现在有1到5级，1是最急的，5是完全不急的，而且会等3个小时以上的。我们送去的人，除非是已经欧卡的，分到1级或是2级，你才有可能插队，否则你还没有快挂掉，你到急诊也一样是先来后到，大家排队。救护车会有个担架床，我们推下来之后，如果到了急诊室，急诊室的床位也有限，病患呢没有地方躺，变成必须要躺在我们担架床上面，所以我们就会在那边等，不是只是送到医院之后我们人就可以走了。那再来另外一种常见的原因，就是民众不知道他自己需不需要救护车。我们希望提供一些基础的简单知识给民众，让大家有能力去做这样的辨别，这样的判断。我觉得大家要知道一个概念，我们119的救护车，它是救急不救穷，我们是为了性命攸关的事情在出动的，我们本来就不是为了便民而存在的。我认为有哪些事情是可以跟民众做说明。首先第一个，其实我们送到急诊室有没有病例没有那么严重的影响，急诊室是维持你的性命的地方，它不是治病的地方，重点是要维持你的呼吸，你的脉搏可以活下来。我们不需要去查病历。有些人会觉得说我要去到我有病历的地方，那个其实真的一点都不重要。好，那第二个情况呢，就是其实他真的是需要有人帮忙，可是他不知道该找谁帮忙。例如我遇过，他是2个老人家住在一起啊，一个生病了，他可能只是发烧了，他其实也觉得没有要去急诊室，我只是想要去附近的门诊，但是没办法，生病的人自己爬不动，我又是老人家，就扶不动，也扶不动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找谁帮忙。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？我帮他量过了生命真相，他其实也没有很危急的状况，那我就在现场帮他叫了民间救护车。我的手机里面啊是存了台北市每个区的民间救护车电话。那再来最后一个啊，就是民众不知道他到底需不需要急救。那我也遇过有些真的我觉得蛮可怜的，他常常听到人家讲说这个不要滥用救护车，然后呢也听说好像现在滥用救护车会要开收费单，导致有一些民众他会变成是他明明需要救护车的情况下，他不敢叫救护车。我认为核心的根本问题是民众真的不明白我到底应不应该叫救护车。对，我们还是简单跟大家分类一下，告诉大家什么样的情况你需要叫救护车。当然我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，这个分类很难归纳的完整，因为呢我们在临床上面要分别紧急案件跟非紧急案件，它其实是一大套很多的标准，很复杂，所以我们要用一个很简单的分类方式去让民众大概了解，真的不容易。那我们只能把我们归纳出来的心得做一个很粗略分类。所以首先第一个大分类，如果你发现这个人他从本来能行走的状态变成不能行走了，这个事件就是你需要叫救护车。那当然有些人会有一个疑问，那这样的意思是说，例如说我手被机器绞进去了，那我这样子还能够走路，是不是不需要救护车呢？我们能走路的情况之下有哪些例外？这种情况在我们救护现场上面比较常遇到的，要么就是重大的外伤，要么就是
中风啊，要么就是他血糖低了啊，要么就是他可能心肌梗塞了。我自己的口诀是这样子，就是平常很清楚，突然不清楚；平常说话很清楚，今天突然大舌头；平常说话很清楚，今天突然答非所问。大原则是你忽然间变成不能走路的状况，这个就是需要叫救护车的。那能够走路的情况有几个特别的例外，出现了口齿不清，出现了答非所问的情况，你也需要叫救护车。但是呢，有一种情况例外，就是你只是单纯喝醉酒的人，救护车的滥用其实很多是因为喝醉酒。如果你有朋友或有认识的人，他已经喝到很醉了，你应该要有一个清醒的人去在身边看顾他，而不是把他送去急诊。对对，因为喝醉酒的确就是符合不能走路、不能说话、没有反应、口齿不清又答非所问。对，但是没有在我们这分类里面。对，那所以我想呢，这是让民众大概知道一下，你什么样的情况是真正的需要救护车。希望呢，透过厘清这些误解，能够尽量减少我们消耗救护资源的情况发生啦。所以我想呢，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那么希望今天的分享内容对大家的安全有所帮助。如果各位有从这集获得收获的话呢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分享我们的影片。你有搭过救护车吗？欢迎下面留言。那今天就到这边咯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我没有因为把人家赶下救护车这件事情被投诉过，然后我有学长就甚至跟我讲过说，我觉得很奇怪，你每次跟病患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呢，都很呛，然后都没被投诉过，然后我明明就很好声好气、很客气的跟人家讲话，结果就会被投诉态度不好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是不是投诉错人？